番外之36万年，专注酿好醋。因缘际会，有起有灭，有的缘分断了就是断了，从此再无牵扯，时间飞逝，彼此都在有心缘。有的缘分终了，却未必终了，被深深埋进大地，历经沧海桑田，有一日竟又开出花来。天族战神墨渊同魔族始祖少晚大概就属于后一种。十几万面前，他们之间的故事没人不知，没人不晓，结局也颇令人们唏嘘不已。然而，就像东华帝君曾说过的，再惨烈的事情经过几万年也都淡了，更何况是过了十几万年。不说别的，单是周围的人们就换了一波，这一代人出生时，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自然不会知道发生过什么，只是少晚的名号实在太响，大家也就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位早已灰飞烟灭的天地间第一只凤凰的魔族始祖罢了。可就在这时候，这位祖宗要回来了。当这一消息还仅仅是个影子，只在与少晚相熟的圈子中传播的时候，少晚祖宗的头号粉丝七魔君之一的燕池雾就兴奋地坐不住了。他四海八荒满世界游窜，一会去清风院打听打听，一会上张尾山看看情况。这日他又来到了碧海苍陵。小燕，你怎么来了？凤九好久没见小燕了，一看见她标志性的风风火火的样子，觉得甚是开怀。小燕火急火燎地问道：九九，冰块脸呢？什么啊？你不是来找我玩的啊？凤九瘪了瘪嘴，帝君在屋里看佛经呢。小燕挤眉弄眼地开玩笑说：不是吧？冰块脸还真是有病，你们这新婚燕尔的，他还有心思看佛经？不许你说他就喜欢看佛经呗。凤九闷声嘀咕着，然后转移了话题。对了，你找帝君有何事？事实上，自从今日晨起，司命来碧海苍陵向帝君汇报工作之后，帝君就对凤九爱答不理，阴阳怪气的。凤九问他，他也说也都不说。凤九以为他是听司命说了什么，心情不好，便不再去打扰他，自己在院子里摆弄刚种的花。你听没听说我们祖宗好像要回来了？不知道是谁说的，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老子能去的地方都去了，昨天还硬着头皮去了趟昆仑虚。冰块脸是我们祖宗的义兄，想来应该知道点啥。哦，凤九点了点头，还好心地提醒小燕，帝君这会可能心情不好，你当心点。心情不好？为啥？不知道，早上司命星君来过之后，他就不大高兴。冰块脸就是矫情，给你脸色看了。小燕朝小屋方向瞥了瞥，十分仗义地拍了拍胸脯，没事，大不了老子跟他打一架，替你教训教训他。凤九虽然很是感动，却还是忍不住委婉地说：小燕，帝君法力恢复了，你恐怕……九九。小燕咬牙切齿，随手捶了捶凤九，老子早就应该知道你是个重色轻友的。话音还未落，却见他忽然被什么重重弹开似的飞得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声惨叫：谁暗算老子？凤九吓傻了，还没回过神来，只听身后一个略有些低沉的声音：凤九。凤九见帝君挑了挑眉，一派气定神闲的样子，心想他应该是心情好些了，便主动凑上前去，扯了扯他的袖子：东华，你怎么出来了？你是想我打扰了你跟燕池雾说笑？帝君眯了眯他那双长长的星眸，语气中带着些不满。凤九看看天边小燕消失的地方，又看了看帝君，恍然大悟，原来凶手就是帝君。帝君，你看你怎么这样呢？小燕也没有招惹你，你把她打飞做什么？帝君脸色骤然寒冷，声音也沉到了不能再低沉的地步：我心情不好。好你个小狐狸，早上跟司命两人凑一起有说有笑半天，我闹别扭你都没来哄我，这又为了燕池雾埋怨我，竟然还不叫我东华叫帝君了。你心情不好可以冲我发脾气，为什么要让别人倒霉呢？凤九瞪了瞪他家帝君。如果说帝君和凤九的脑回路都不大正常，那也是两种不同的不正常。虽然凤九有时能又快又准得 get 到帝君的点，但于帝君会吃醋这件事上，他向来没有任何概念。他以为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可你要迁怒于无辜旁人就不对了。人一生气，理智就容易松懈，生关于感情的气就更是如此，就连世上最最古老最有神仙味的神尊动了感情也不能免俗。凤九不但没有撒个娇哄哄他，竟还为了别的男人对他抱怨。于是
帝君他老人家就在吃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你这是在埋怨我？帝君向凤九逼近了几步，直直地盯着他，声音中透着怒气。他倒霉，你心疼了？你瞎说什么？凤九觉得他不可理喻，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让他的灵台顿时清明。他有些害羞，试探性地问道：帝君，你这是醋了？并不是。帝君瞥了他一眼，悠悠说道：我只是想着怎么能让烟池雾消失得无声无息。凤九顾不上害羞，笑得就像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哈哈，你就是醋了。帝君，你真是的，哈哈。还没等他笑够，一个霸道的吻堵在了他嘴上。他还来不及反应，那清奇的皓齿就被一条软滑的灵蛇完全撬开。他没有任何挣扎，情不自禁地由着他深深浅浅的研磨扫荡着自己的唇齿。帝君对他的反应很是满意，心里享受了一会，便松开他的唇，把他往怀里紧了紧，一手抬起他的下巴，沉着声音略带着不满：小狐狸，你方才叫我什么？凤九明白了他的意思，娇憨地冲他一笑，声音软软糯糯：东华。番外之老铁树牌陈醋，36万年只酿一缸醋。四海八荒的男神们很多，爱吃自家媳妇醋的也不少，其中有代表性的就属天君夜华、四海水君连宋、青之魔君燕池雾和东华帝君了。这几位里面前3个人吃醋吃的都好理解，一个是自己老婆把他师傅先深藏起来，为了7万年心头血眉头都不皱一下；一个是自己女人成天不给他好脸色，却跟一个写画本子的小仙玩的热火朝天；还有一个更惨，自己爱慕了20多万年的女人，心心念念的爱着一个娘娘腔又变态的冰块脸，为他不择手段，要死要活。唯独这喝醋 F4 的最后一位，吃醋不分地点不分场合，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原因，哪怕你是女的，太靠近他家小狐狸都得挨他几个眼刀。再过分些的，那燕池雾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日小燕被帝君一个掌风聊得晕晕乎乎，他想了半天，得出一个结论：这世上除了冰块脸，还没人敢这么干。准确的说是没人有本事干到这种程度。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他也知道冰块脸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气急败坏地跑回去，打算找他理论，却发现碧海苍陵外被设了一个结界，任他怎么劈都纹丝不动。不用说，这又是缺德的冰块脸干的。他叫骂了一阵子无果，便愤愤离开了。结界里的人则全然不知外面的人何事，只顾着亲热逗趣。小狐狸，你真是不让我省心。怎么啦？早上刚走了一个司命，又来了一个燕池雾。帝君看着凤九眯了眯眼睛，你跟他们有那么多话说？凤九立即反应过来，忍不住笑道：啊，原来你上午阴阳怪气那样子也是醋了，吃的竟还是司命的醋。帝君瞪了他一眼，他马上收敛了戏谑的表情，拉扯着他的袖子，小脑袋往他怀里蹭着撒娇。凤九最喜欢东华了，喜欢的不得了。帝君挑了挑眉，一脸傲娇：不用你告诉我，我也知道。好熟悉的一句话，不过他没有像那次一样抬手隔开他，只是享受这他小小的却暖暖的拥抱。凤九觉得他家帝君真是可爱极了，一个没忍住，伸出2只小爪子攀上他的脖颈，往他脸颊上亲了一口。凤九主动送上门的便宜，帝君怎么可能不占呢？不但占，还要连吃带拿的占。于是凤九就被帝君推倒了，第2天也能爬没起来。有的男神爱喝醋，但同时也让别人醋，比如东华帝君和燕池雾。要说他俩的关系也真是够匪夷所思，虽然互相都视对方为眼中钉，却不是为了同一个女人。当然也有某些男神本身不爱喝醋，却特别容易让别人醋，比如司命是不是男神有待商榷，和仲隐。当爱醋的男神特指某位醋王碰到不爱醋却专门让别人醋的男神，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魔族始祖少晚即将醒来的事，帝君觉得顺其自然就好，本来没什么兴趣插手。然而凤九觉得，若是这位祖宗能活过来，那好多人都不用再伤心难过了。首先是一再帮他的仲隐殿下，再就是墨渊上神。于是他央求了帝君半天，说他实在对这位始祖感兴趣，想要去昆仑虚看看情况。帝君没办法，只好带他去了。这日帝君夫妇刚一走进正殿，帝君的视线就碰到了一个一袭白衣、温润清澈的男子。见过东华帝君。
仲隐看着帝君身旁的凤九，笑了笑道：“如今不能再称女君，而要称帝后了。”凤九莞尔笑道：“殿下惯会取笑，不知殿下近来可好？”“还好，有劳帝后挂心。”仲隐浅浅一笑，而后收敛起来，看向帝君：“帝君可是为我姐姐的事而来？”“不错。”墨渊端坐于正座上，缓缓说道：“张伟山若隐若现的闪着魔气，除了婉婉即将苏醒，应该没有其他可能。当年本帝君为护住少婉的仙身，在紫玉冰棺内设了一层仙障，即便他要醒来，魔气也透不过那仙障。”“仙障？”仲隐蹙起眉：“那帝君的意思是？”“帝君是说婉婉醒不过来了，墨渊失魂落魄。本帝君从未如此说。”帝君悠悠说道：“想来是2000面前本帝君魂飞魄散，元神破碎，那仙障的力量也就大大弱化了。倘若少婉这回有了动静，有些魔气溢出来也说不定。”“帝君，那你的意思是少婉始祖真的醒了？”一直在一旁听着的凤九有些激动，忍不住问：“也不见得。”帝君挑了挑眉：“小狐狸，少婉醒了，你很高兴？”凤九笑道：“那是自然，少婉始祖是仲隐殿下的姐姐，又是小燕的偶像，还是墨渊上神的，嘿嘿，好友。他要是能醒过来，那他们都不会再难过了。”帝君沉声道：“你倒是挺会替别人着想。”墨渊：“帝君，追魂术打探不到婉婉的一起元神。”这被墨渊打断，忍着促火的帝君语气不大好：“不用本帝君说，上神也该知道轩辕剑同苍河一样是上古神兵，既然是神兵，那就有灵气。少婉当年是被轩辕剑所伤，他的元神在何处，恐怕还要问。”仲隐：“轩辕剑？”帝君语气还是有些冷：“不错。”墨渊留帝君商量少婉之事，凤九就先出来到殿外等他，仲隐也一同出来了。“殿下这是要回西南荒等墨渊上神的好消息？”“正是，多谢帝后为少婉之事费心了。”仲隐向凤九拱手道：“殿下莫不是不把凤九当朋友了？怎得如此生分？”仲隐一笑：“帝后可是跟着帝君一同来的。”仲隐不敢逾矩。凤九觉得好笑：“哈哈，殿下怕帝君？”仲隐不答反问：“这四海八荒有谁不怕帝君吗？”“我想想，小燕不怕，她明知道打不过帝君，也没少招惹他。不错，小燕不是好惹的。”仲隐神色渐渐深沉起来：“帝后与帝君终于修成正果，定然幸福吧？这还是多亏了殿下，若不是你施了术法，怕是帝君还要再等些年才能醒。”仲隐只是施了区一个法术，不过耗了几年修为，帝君却给了我万年修为，这恩早就报完了，帝后不必再记着。凤九十分认真地说：“殿下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更是重要，就算是报完了，也应该记着这份恩惠，怎可忘了呢？”一个略带着戏谑的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凤九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是谁。“哦，原来如此，多谢帝君方才的指点。”仲隐向款款走来的紫衣银发神尊深深行了个礼。帝君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感情，殿下不必多礼。转而看向凤九：“小狐狸，你刚才说救命之恩就算报完了也应记一辈子。”“对啊。”凤九有不好的预感。帝君一挑眉，露出个有深意的笑：“如此甚好，走吧，回家。”帝君没理会一旁的仲隐，自顾自地揽着凤九走了。路上，凤九忍不住问：“东华，你既然早就知道少婉始祖的元神在哪，为何不说出来？”帝君轻叹了一口气：“少婉自己恐怕也不愿醒来。”随即侧过头看凤九：“我记得我也曾救过你。”“是啊，在凡间我也救了你，你说我们两清了？”“可是我的这份恩惠，你不是要一直记着？既然要记着，那何不有所表示？如果要表示，那应该依我的意思来才是。”啊！凤九被帝君搞晕了。帝君将揽着凤九的手紧了紧，沉声说道：“小狐狸，你心里只记得本帝君的救命之恩便好，其余的无需你来记。”凤九有过前些日子被帝君喝醋的经验，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下子害羞起来：“帝君，你唤我什么？”“东华。”“看来不给你些颜色看看，你的狐狸脑子便记不住。”说着，帝君一把将凤九抱起来：“
一个仙遁回到了碧海苍陵别院内屋之中。番外之滚滚之于帝君。我生于远古洪荒时代，无父无母，天生地养。在那个处处厮杀、时时拼命的时候，我以战止战，为了让自己没有弱点，我抹去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因缘。后来天下终于太平了，我一个注定没有红鸾星动、没有子嗣后代的人，干脆将天下之主的位置让了出来，退居太晨宫，成了一个不理世俗、远离红尘、除却关乎四海八荒的太平大事，不给任何人面子，不赴宴会，只适合挂在画像上的供人朝拜的神尊。每日读经下棋，品茶钓鱼，我日子过得甚是清闲，没有任何喜，也无任何悲，有的只是理所当然的寂静。本来我以为我这漫长没有尽头的一生就如此过下去了，直到有一日，我顺手救了一只小红狐狸，慢慢的，一直潜藏在我心底里的另一个我好像活了，它有喜有悲，会爱会恨，它竟还不错。一路走过去，当我再回首时，发现为时太晚。为了小狐狸，更是为了我自己，我逆天改命，虽然过程艰辛了些，但好在终于求得了与他的一段良缘。我想过生子的问题，我知道我与小狐狸的孩儿定是世上最好的，但我并不急着带他来到世间，有2个原因：一是我与小狐狸刚刚相守，不想有任何人来打扰；二是我一想到有个既像我又像小狐狸的小人儿会抓着我叫夫君，我竟有些紧张了。或许我应该先做好小狐狸的夫君，再做孩子的父君。得知小狐狸有了身孕，我有些欣喜，也有些害怕，因为我听说女人生产的时候很痛，我舍不得，我发过是不会再让她痛的。可是她却说，比起当年我冷冷地推拒她，比起她眼睁睁看着我挨天雷却什么都做不了，生孩子简直不算什么了。我与小狐狸的儿子长得极像我，倒一点都不像小狐狸。他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滚滚，是个有趣的名字，我很喜欢。看着小狐狸怀里满头银发，甜甜睡着的小婴儿，我瞬间想起了我自己的小时候。那个洪荒万世，即便是碧海苍陵，也到处是妖魔鬼怪。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每天睁开眼睛就不停地打打杀杀，就连睡梦里也得警惕着不被袭击。那时候我也许很想要有这样一个能让我安心睡一回怀抱吧。我也忘了。滚滚性子很像小狐狸，活泼调皮，勇敢直爽。他很聪明，做什么都有天赋，这一点像我。我说过，我与小狐狸的孩子一定是四海八荒最好的。虽然他太过顽皮了些，但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资格顽皮的。夫子拿他没办法，那也不过是夫子本事不够罢了。尽管心里如此想，但我并不时常夸奖他。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夸奖，他都应该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这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或许是我太严肃，又或许是我平常太无趣，再或许是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小狐狸，滚滚与我并不特别亲密。相比之下，他与燕池雾和众引导是走得很近，真是阴魂不散的家伙。这2个人莫非还在打小狐狸的主意？看来我真得好好想想怎么让他们俩无声无息地消失掉。大约小孩子都喜欢跟娘亲睡吧。滚滚总是缠着小狐狸跟他睡，我则总是简单粗暴地加以阻拦，比如设个结界，或者把他托给程昱。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可能也会对他造成影响。不过他是我与小狐狸的孩子，我自然是十分疼爱他的，以他的情商定然也能懂得。1日中午，太晨宫。帝君，滚滚，你最近经常与燕池雾玩？滚滚，是啊，父君。帝君，以后少和他玩。滚滚，父君，这是为何？帝君，他不是好人。是吗？滚滚转了转眼珠子，娘亲说小燕是他好朋友，父君却说他不是好人，我到底该听谁的呢？帝君竟一时语塞，挑了挑眉，这是你娘亲说的？滚滚，是啊，父君。厨房里做饭的凤九打了个喷嚏，他有种不好的预感。1日上午，太晨宫。父君，团子说他觉得他被他父君娘亲嫌弃了。为何？因为他夫君娘亲想要2个人在一起，嫌他碍事。滚滚想了想，说：父君，你和娘亲会不会也嫌滚滚碍事？我听姑奶奶说，我刚出生时，父君为了跟娘亲在一起，竟然把我给忘在结界外了。这是真的吗？的确有这么回事。
帝君看了看滚滚，想安慰安慰他，不过父君并不嫌弃你碍事。真的？帝君有点心虚，不过依旧面不改色。晚膳后，帝君在书房校注佛经，凤九在一旁帮他研磨添茶。帝君偶尔抬头看看凤九，与他斗上一斗，好不愉悦。娘亲，滚滚迈着小短腿跑进来，滚滚今晚想跟娘亲睡。凤九爱抚着儿子，好啊。帝君沉着声，滚滚，男孩子应该养成自己睡的好习惯。滚滚睁着一双大眼睛，楚楚可怜。父君，我平常都是自己睡的，就今日想跟娘亲睡。东华，我就陪陪他吧，你别看得太晚，早些休息啊。走吧，滚滚，睡觉去。凤九嘱咐了帝君几句，就拉着滚滚走了。书房里剩下帝君一人，他只觉得索然无味，看了没有几行，便回寝殿了。躺在床上，帝君辗转反侧，想去把凤九找回来，转念又想到了滚滚白天问他是不是嫌他碍事。罢了，看在是他儿子的份上，让他一回，下不为例。翌日晚膳后，帝君凤九还是在书房，一个读经，一个奉茶。滚滚又来了。娘亲，滚滚想跟娘亲睡。他拉扯着凤九的衣襟。凤九有些为难地看着帝君。帝君悠悠说道，你昨日不是说只与你娘亲睡一日？滚滚又是一双楚楚可怜的大眼睛，看看帝君，又看看凤九。滚滚昨日跟娘亲睡得很香，今日自己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哦，这好办。帝君说着来到滚滚面前，轻轻一挥手，一个昏睡诀落在他身上。帝君一把捞起睡过去的滚滚，笑着看凤九，有些轻佻地说，走，把他放回寝殿，我们也就寝吧。昨晚我可没睡好。